学堂古筝知识篇10：古筝指甲的创新材质。近年来，因为保护动物与爱护地球的环保意识逐渐普及，古筝指甲的材质从较早期的玳瑁，不断的推陈出新，研发出各种创新的材质，以满足市场对于不同花样与音色的追求。目前，古筝指甲的材质可分为2大类：天然以及塑料。在天然的材料部分呢，主要可分为玳瑁、牛角羽、牛骨。那塑料的部分呢，种类更多，包含了赛璐璐、醋酸纤维、高分子、奈米以及尼龙等等。以价格来说，可想而知，天然会高于塑料。然而，塑料的古筝指甲，它的价格落差也颇大，所以还是要经过实地的测试，才能够了解各中的 CP 值与奥秘。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各种塑料材质的特性。因为我本身呢，并不是化工方面的专家，只能够就收集来的资料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赛璐璐是历史上最早发明的热可塑性树脂，因为它非常容易塑形，早期是用来作为象牙的替代品，广泛应用在制作眼镜的框架上。但是它最大的缺点也就是极其易燃。自从2006年欧盟禁止使用赛璐璐来制作玩具以后，醋酸纤维材料便逐渐兴起，取而代之。但是赛璐璐最大的特点呢，也就是便宜，所以最早使用在古筝指甲的塑料材质就是赛璐璐。那目前市面上呢，已经非常的少见了。再来是醋酸。醋酸纤维也是近代广泛应用于制作眼镜框架的板料。它的优点是非常容易染色，而且还可以做出各种颜色的变化，譬如拼料、仿玳瑁花纹、木纹、拉丝纹等等。而且醋酸具有良好的透光性以及光泽度，那经过长时间的脱酸、阴干与烘烤的过程，可以有效提高它的稳定度。但由于是由植物所提炼，醋酸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作为眼镜框架而言，时间久了，一旦吸收了水分，就很有可能会变形。但作为古筝指甲而言，醋酸的特性刚好较能发挥其韧性。那由于醋酸的颜色花样可以非常的接近玳瑁，因此坊间通常称之为仿玳瑁或是合成玳瑁。然而，醋酸也是目前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塑料古筝指甲材质。高分子也称为聚合物，泛指具有巨大分子量的物质，是由许多小分子的单体以共价键连续结合而成的长链分子。那高分子的分子量可以达到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以上。那因为大部分都是长链状，通常称之为高分子链。我们也可以把高分子链想象成细长而卷曲的面条状。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总而言之，就是一种塑料，但是名称听起来似乎大有来头。奈米其实是一种尺寸的单位，1奈米等于10亿分之1米。那10亿分之1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譬如地球直径的10亿分之1米，大约就是一颗弹珠的大小。那用地球来比喻，是不是太过遥远了，难以想象？我们换一个形容来看，比如一个针头所扎的孔，大约是100万奈米。那一个分子或 DNA 的大小为1奈米，这样应该比较容易想象得出来，奈米是一种多么细微精致的技术了。那么用奈米技术所制作的高科技古筝指甲，乍听之下是不是更加厉害了呢？尼龙的化学名称为聚酰胺纤维，也就是台语常常听到的奶龙，在中国大陆又称之为锦纶。因为尼龙属于天然纤维性质的合成纤维，所以非常的适合与其他纤维的材料交织混合，成为一种高质感又耐用的复合纤维。那它应用的层面非常的广泛，从潜水衣、减肥衣裤、冲浪衣、钓鱼裤、防寒衣物到背包、环保袋、饮料罐，甚至是建筑材料等等。而且出乎意料之外，它的价格竟然高于其他的塑料材质。那蛮好奇的是，尼龙的古筝指甲究竟有何魅力？
如果有广大博学的观众朋友，刚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那么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相关的资讯，给我们做个参考哦。在初步认识以上5种塑料材质的特性之后，我们就要实地的演奏，来测试一下这5种塑料材质的古筝指甲，它们的演奏手感以及指甲的音色。这一款是赛璐璐的指甲，那它是最便宜的，然后适合初学者或者是还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学习的人，那可以考虑买最便宜的。但是其实，它的音色上来说的话，就个人并不是非常的推荐。那我们还是一样先听听看它的音色，但是就不和另外其他的4款再做其他的比较。再来是这一款的醋酸，那醋酸纤维呢，还是目前最普遍使用的塑料古筝指甲。那它的圆滑弧面的造型以及单凹的这个特色呢，能够非常的服帖我们的手指的指腹，所以初学者也能够很轻松的驾驭这副指甲。那醋酸指甲在过旋的时候呢，它会有带一点韧性，然后不会太硬，好，所以它的音色普遍呢，也是让所有的古筝老师所习惯，中规中矩这样子，所以适合所有的族群以及所有的古筝 ，CP 值是蛮高的一款。那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色。再来我们看高分子这一款塑料指甲，那它呢是双弧的，好，所以不像醋酸单凹的那一副好那么的服帖你的手指，好，需要有一点点指力才能够比较好的驾驭它。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大拇指的指甲呢略呈半月形，好，比较适合你好做摇指的操作。那高分子指甲在过旋呢，因为它是比较厚实的一副指甲，好，所以它的音色好听起来会比较饱满。再来呢，它也适合较有指力的人啊。对古筝来说呢，其实大部分的古筝应该都是通用的。那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音色。再来是这一副奈米的指甲，那奈米呢，它非常的轻盈，但是硬度又高，所以在弹琴的时候感觉会好像可以非常的快速，那可以飞起来的感觉。但是呢，它的大拇指呢是双弧的，好，所以它可以保有摇指音色的饱满。但其他手指的指甲呢是一平面一弧面，戴起来的舒适度是介于单凹跟双弧之间，那弹起来因为颗粒分明、清脆透亮，我觉得比较适合弹奏连续快速音符的一些曲子，或者是你觉得好像你的指力不够需要透过指甲来帮助你的话，可以考虑这副指甲。但是如果古筝的品质较为一般的话，可能音色听起来容易显得太单薄，会建议搭配较为高阶的古筝。那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色。
是这一副的尼龙指甲。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它是复合纤维的缘故，在过旋的时候，它的触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绢丝厚重感。那刚上手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应，但是就像换了一双鞋，花了一点时间适应之后，感觉还是蛮顺手的。那因为它的指甲呢，底部是比较平整的，然后是双面弧度的外形，戴起来需要有一点点指力，而且舒适度并不是这么的直接，所以需要有指力一点的人，或者是想要特别训练你的指力的人。那也建议呢，它比较适合搭配音色比较明亮一点的古筝。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它的音色。试过了这么多款指甲，从视频中的比较，其实难以抉择出哪一个音色比较好，以及哪一个指甲它戴起来更为舒适。那这其实就像是你买鞋子一样，需要亲自试穿过才知道哪一双鞋子是合脚的，以及穿这双鞋子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舒适的。然后或者是你要搭配什么样的风格才会比较有整体性等等。那这就像一个女生她的鞋子永远不嫌多的道理一样，如果你能力以及时间允许的话，不妨每款材质的指甲都买来试试看，或许经过时间的验证，相信你可以更精准的挑选出适合自己的指甲。那以下的表格就提供大家作为选购的参考，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可以截图下来再仔细的评估。因为这个测试呢，纯粹属于我个人的真实感受，那每个人的喜好以及感觉不同，所以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是哪一种指甲。其实不论是哪一种材质的古筝指甲，只要是自己驾驭的顺手，就是好指甲。那今天的课程结束了，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非常的有帮助，欢迎订阅、按赞、留言以及分享我们的影片。最后，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有这一支影片中所实际测试过的几款创新材质的古筝指甲，可供大家作为选购。那如果有喜欢的朋友，欢迎直接点击下方的限时团购链接，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哦。另外，你也可以再输入优惠的折扣码，加购其他的古筝商品。那么，我们下次见。